不知道陆小姐接不接受无性婚姻？靳少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那方面不太行。不行，你来相什么亲？神经病！还是这句话最有效，亲近我。小叔叔，你缺老婆吗？你看我怎么样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是我侄子的未婚妻。以前是，但现在不是了。亲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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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一个！哇！这就是你说的在开会，原来是和你的小秘书在调情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他妈疯了！靳远，我们完了。十年，你有本事玩吗？你们石氏要不是靠着靳氏的投资，早就垮台了。你要是敢退，明天你爸就得来求我。这就不劳你费心了。祝你呢，婊子配狗，天长地久。靳远早就和他的小秘书勾搭在一起了，我可没有兴趣成为他们 play 中的一环。正好你缺个老婆，我们结婚怎么样？为什么选我？因为只有你能管得住靳远，而且能保住石家和靳家的合作。要是我能嫁给你，肯定可以膈应死他。哼，可以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你说。既然是夫妻，我要有夫妻所有权利，包括夫妻性生活。刚才我都听见了，他根本就不行。唉，一生要强的男人。成交，什么时候领证？现在。我急着去趟公司，你……我自己回去就行，你不用管我。那加个微信吧，我忙完了联系你。好。好嘞。老公拜拜。爸妈，宝贝儿，饭做好了，快给靳元送过去吧。靳元经常喝酒，胃不好，所以以前无论晴天下雨，我都要去给他送饭，从不间断。爸妈，以后你们不用再给靳元准备了，我和他已经掰了。是掰了。哎，这饭菜快凉了，你赶快收回去。我和他真掰了，你们怎么不相信呢？孩子，我们是了解你的，我们知道你多喜欢靳元，就算我跟你爸掰了，你也不可能跟靳元掰。算了，饭盒给我吧。反正不给靳元送了，可以给我的便宜老公送去，还能培养感情，不浪费。我走了。这才是我熟悉的女儿，一如既往的舔狗啊！没文化，别说话，真是的。有问题吗？亲亲老公，吃饭了吗？我来给你送爱心便当啦。这个月所有的问题都出现在这个流水上，在之后。亲亲老公，吃饭了吗？我来给你送爱心便当啦。还没吃呢，你到哪儿了？我还有半个小时就到了。路上小心，我等你。会议暂停吧。我老婆要过来给我送饭。啊，这什么情况啊？不知道啊。
十念，知道错了，来讨好我。讨好你？你脸怎么这么大呢？别嘴硬了，除了我，这栋楼还有谁能让你来送饭？石小姐，你真是误会了。静静，你昨天是来给我过生日的，大家玩高兴了，所以就有点过了。玩高兴了就亲嘴，那再高兴一点，是不是就上床了？我是个花的，这么花呀！十念啊，你适可而止。你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能让晋氏断了和石家的所有合作？有我这个便宜老公在，你还真没这个本事。真期待你以后叫我小婶婶的表情。别丢人现眼，饭我收了，你赶紧回去。谁说这是给你的？不是给我的还能给谁啊？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你要是再闹下去，我现在就打电话让项目部停了石家的款。You send a message in the atmosphere and everyone starts running. 让让，我老公来了。老公！ 쉬는 태양 끝에 익어가는 구름을 두 눈 가득 채你终于来了，你知不知道他们都在欺负我，还差点把我给你带的饭都抢了。师弟，你赶紧从我小叔身上下来！小叔，十念他一定是受了什么刺激疯了，您别生气啊。所以你们刺激他了？我小叔子和侄子抢同一个女人，原来总裁好这口啊，太刺激了！怎么回事？十念和小叔，石小姐肯定是想用这种办法刺激您回头。她有多喜欢您，我们都是知道的。再说了，靳总从来不近女色的，怎么可能看上她？想用小叔来让我吃醋，可笑！我倒要看看他能装到什么时候。下来，以后在外人面前要注意形象。哦，就这么一张冰山脸，难怪你有老婆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香？以后不用特意送，麻烦。这是义务，新婚妻子给丈夫送饭，这很正常呀。那给晋元送了3年饭，也是义务。这都过去了。十念，我是你丈夫。我知道呀。那你该履行的义务里，就不止送饭这一项。什么？你不是说要注意形象吗？这里没有爱。等等，这是夫妻义务。Make you believe on what you need. 小叔在里面吗？我要见他。我要见他。季经理，靳总吩咐过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什么声音？十念，十念，让开！经理，给我让开！十念，你。
被我小叔骂哭了吧？我说什么来着？非得往他跟前凑。我要你管！这是你自找的。我小叔最讨厌耍心眼的女人了，你还拿她当枪使。石小姐，你想用这种办法刺激靳经理，太幼稚了。毕竟靳总怎么可能喜欢你？你们两个是共用一个脑子吧？戏这么多。昨晚你搅了妍妍的生日宴会，让她在同事面前下不来台。今晚8点云顶会所，你亲自给妍妍道歉。要我给他道歉？不然呢？你别忘了，你们石家现在靠的是谁？你要是还是这么不懂事，我马上停了和你们石家的所有合作。好啊，我去。靳总，有份文件需要您过目一下。靳总，您嘴怎么了？被只小猫挠了。啊？公司里有小猫？靳总，晚上和陈董的饭局时间定在7点半。刚才外面吵什么？是靳经理和江秘书让石小姐去给江秘书赔罪道歉，石小姐同意了。他答应了。是的，石小姐对靳经理真是爱得深沉，什么都可以忍。地点啊，和陈总的饭局地点是在……我说的不是这个。江岩，待会儿10年来了，我们一定帮你好好出口气。他今天太丢脸了，凑到靳总跟前，被靳总骂，哭着出来的。他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货色，靳总能看上他。靳经理，其实不用这样的。没事，他翻不出我的手掌心。今晚就是让他长长记性。哟，还真来了呀！快给咱们寿星江岩赔个不是，诚意要足，这儿100杯，喝完昨天的事儿就算翻篇。不着急，有些账要慢慢算。干什么呢？靳总，是关于石小姐的，她去晋元经理组的局了。现在公司私下的群里面都在传这个。石小姐对靳经理还真是深爱啊，明知道会受辱还要去。我手机取消和陈总的饭局去云顶会所。现在。这是这些年晋元刷我的卡，给江岩买房买车，送他女儿去私立学校的账单，不多不少，一共500万。啊，不会吧？啊！谁不知道靳经理是靳家小少爷，他还用得着花你的钱？靳家家教严，未成婚子弟每个月只有基本生活费。靳元，你现在每个月基本工资只有5000，对吧？靳经理怎么不说话了？不会是真的吧？靳经理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给我出去！这钱我以后又不是不还你。我不要以后，我要现在立刻把钱还给我，不然我就打电话给律师起诉2位。看来这就是真的。秦念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能让靳氏断跟石家所有的合作，而你爸就会连夜过来求我。谁不知道石家能有今天，全是靠靳家合作？他还好意思找靳元要钱？真不要脸！靳经理就该撤资，看你这个石家大小姐的位置还能不能坐稳。石家和靳家的合作，你恐怕说了不算吧？公司是小叔做主，
你觉得他会帮我这个亲侄子呢，还是你这个外甥呢？靳总，我觉得他会帮我。笑死了，他哪来的自信？觉得靳总会放着自己亲侄子不管，来帮他？他还真幻想靳总能看上他吗？石小姐，你不会觉得你叫了靳总一声老公，就真的是你老公了吧？石念，你赶紧道歉，把酒喝了，这事儿就算了。好。喂，我要报警，这里有人欠钱不还，地址是……你敢报警？靳远，我倒是要看看是你先让我家破产，还是因为你花未婚妻的钱包养小三被抓，被靳家扫地出门。你给我闭嘴！哎呀，石小姐，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这是他自找的。这事闹得我好难受啊，要不然这酒就算了吧。算，我今天不好好教训教训他，我靳源的名也倒着写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给我摁住，让他把这桌上的酒全喝了，他不喝就灌他喝。哎，靳总，808就是前面那间，靳小少爷他们。摁住他！不要！把他给我摁住了！酒给我！给我喝！In your eyes 마주친 우리의 운명은靳总，他怎么来了？小叔，你怎么来了？石念呢？小叔，您还在为白天的事生气呢？石念他也是一时糊涂，才会招惹到您。要不您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我在问你，他在哪儿？石念说去酒店等我，想跟我好好谈谈。酒店？对啊，我俩已经和好了。女人嘛，闹2天就自然消停。他就是想刺激我，现在目的达到了，自然也就服软了。石小姐就是太爱靳经理，才会做出这种荒唐的事。石念追了我可是整整3年，他哪有这么容易变心啊？要不这样，小叔，改天呢，我带上石念啊，给你吃饭赔罪。石念，难道我只是你报复靳远的工具吗？老公，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可能是服务员或卫生间水管坏了。小叔您别管了，要不我先送您出去。No， 小叔，里面真的没有人。小叔，怎么样？我就说没有人嘛。靳源，你最好能对你今天说过的话负责。小叔，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难不成我还会骗你啊？是啊，靳总，石小姐真的已经走了。
这不是10年的发卡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不就是一个发卡吗？可能是别人掉，你当我瞎吗？这是10年的东西。让保安队上来，把云顶会所围了，一只苍蝇都不许放出去。10年在哪？小叔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就是朋友聚个会。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10年在哪？他真的走了。金总，我这个人没什么迷信。数到3，要是还是没人告诉我10年在哪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1、2、3。在屏幕背后的隔间里。10年，你没事吧？老公，So I tell you a million tiny things that you have never known. 抱歉，我来晚了。老公，你终于来了，他们都欺负我，我好害怕，我好害怕。靳总竟然爆他了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难道他和10年真是？等等，你们到底什么关系？让开！小叔身边从没出现过女人，这一定是10年搞的鬼。10年，你别以为叫小叔跟你演戏就能刺激到我。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。我以前是眼瞎了，但我现在治好了，不行吗？你别犯蠢！我小叔是出了名的冷面阎王，在他面前耍心机的女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，折了他命的好果子吃。是啊，石小姐，你还是快下来给靳总道歉吧。靳总什么身份？怎么可能真的帮你？别到时候再连累石家。阎王大人，他们都欺负我，你打算怎么办？靳总，我什么都没做，是石小姐自己闹事。关门。是。今晚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，谁欺负了10年，自己站出来。靳总，我们都是被逼的，是靳经理让我们干的。拖出去！我不希望在江城再看见他们。靳总，不要，靳总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季经理，救救我！小叔，江爷是我的人，你不能动他。
他怎么欺负你的，自己还回来。石小姐，不，你什么你？这2巴掌是你应得的。还有你，石念，我警告你，你别太过分了！我可是靖家少爷，要是敢动我，靖家跟你没完！啊！手疼不疼？疼。小叔，我就知道你最疼我。小叔，小叔，爸妈都没打我，你为了一个女人打我！这1巴掌算是轻，是作为小叔教育。再有下次，别怪我当小叔的不留情面。小叔，小叔，石念是我的，你不能。以后不再是了。有靠山的感觉，还不错。静远，你等等我嘛！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我不喜欢你这种类型，你烦不烦啊？我知道你不喜欢外面做的菜，这是我亲手做的，你尝尝。滚！啊！静远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石念追了我3年，为我送饭送汤，随叫随到，爱我爱得死去活来。现在突然说喜欢上了我小叔，贵姓吗？静静里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石念不是爱演吗？我让他演个够！立刻停止与石家的所有合作，收回全部资金。最晚明天，我要让石念哭着来求我。疼不疼？你帮我吹吹，就不疼了。我会给你一个交代。什么交代？先送夫人回家吧。不行，我现在不能回家，爸妈看到会疯的。那就回我家。啊？是，靳总。别动。你的动作还挺熟练的嘛。这是我特意给你熬的小米粥，你就吃一口吧。我
对不起。擦擦。谢谢。你这么使劲干嘛？我不脱了。先生，我。Crazy love, our crazy love. Make your wish to me. Just wait and then you see. Don't you ever need to worry. I'ma be your fantasy. I ain't got no chill. I lose control, yeah. I ain't got no chill. Oh no, I lose control, yeah. I'm living for the thing. 什么冰山阎王，分明是不知节制的大灰狼。说你喜欢我，喜欢你。怎么不继续了？你是上少。这就完了？这说好的要尽夫妻义务呢？他不行。唉，真是可惜了，这么帅的脸蛋和身材。啊！石念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哎呀，丢死人了，丢死人了！嗯，完了完了！念念，都几点了，你还不回家？公司那边打电话来说，竞价撤资了。什么？我马上回来。谢谢你今晚英雄救美，帮我演戏。石念，你可真行。爸妈，你们还没睡啊？坐下。你说，你跟静媛到底怎么回事？没怎么。你还装？公司都已经来电话说了，说静氏突然撤资了。真的？先说说你和静媛的事儿吧。静媛出轨了，我提了分手。什么？我亲眼看见他在 KTV 给江岩过生日，他们两个都亲嘴了。啊！哼，这个王八蛋！敢欺负我女儿，明天我就去静家找他父母讨个说法。你们不怪我吗？傻孩子，妈怎么会怪你呢？哎呀，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呀？我以为你们会说我任性不懂事，说我不顾全大局。去他狗屁的大局！咱家又不缺那点钱，渣男就该踹了，难道留着过年啊？公司的事情你不用担心，有爸在。静氏撤资就撤资，爸就是砸锅卖铁，
会让我的女儿受半点欺负。哼，谢谢妈，谢谢爸。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股东们知道晋氏撤资的事情，把公司闹得底朝天，还说什么？还说让我们的宝贝女儿给那个畜生下跪道歉。什么？石总，你总算是来了。晋家撤资的事情，你总要给我们一个交代吧？3个项目全部停工，那边银行还打电话来催债，照这么下去，公司撑不过1个月。石总，你女儿干的好事，让我们几个老家伙跟着陪葬吗？各位，事情我已经知道，撤资的事我会尽快解决的。解决？你靠什么解决？晋家是我们最大的客户，他们撤资，公司的资金链就断了。石念，你明天必须去一趟晋家，给他们道歉，求他复合。这件事就这么算了。我是不会去的。不去？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，公司受到了多大损失？几千万的项目全部停工了，上百个工人等着发工资啊！你一个姑娘家的，任性也有个度。难道这么大一家公司，都全靠我一个人的感情养活吗？那各位股东是干嘛的？吃白饭的吗？哼，你敢这么跟长辈说话？他说错了吗？公司出了问题，不好好想想办法解决，倒逼着我女儿去跟一个渣男求情，你们还要不要脸？石太太，你女儿不懂事儿，你也不懂事儿吗？晋家什么门第？得罪了晋家，我们在江城还混得下去吗？够了，公司的事我来解决，别扯我女儿。我告诉你，明天必须去趟晋家，不然怎么？周叔叔，当年你家濒临破产，是我爸给了你一口饭吃，难不成你还想打我？靳总，大事不好了！什么事？靳经理取消了石家所有的合作，石氏集团已经乱翻天了。夫人她备车，去石氏。你干什么？念念，疼不疼？不疼，妈，我没事。石总，你看你女儿把晋家得罪成什么样子？现在资金链断了，合作商撤资，这总得有个人来担责任吧？就是，石念一个人惹的祸，凭什么要全公司陪葬？我提议，石念必须给晋少道歉，争取复合。如果做不到，就请石总退位，主动让出董事长位置吧。你干嘛？你们放开我！有什么事冲我来！一个孩子，你们算什么本事？石总，我们也是为公司着想，就别怪我们念旧情了。这是退位书，签了吧。不要，爸！你们这帮忘恩负义的家伙！当初公司破产是我老公卖房卖地才救回来的，让开！我去你！妈！你们再敢动我爸妈一个手指头，就不要怪我对你们不客气。现在你有2个选择，要么去晋元道歉，要么就让你爸签了退位书，自己选吧。我说过，我是不会和晋元复合的。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因为我已经结婚了。你说什么？结婚？念念，你什么时候结的婚？结婚？怕是肚子里有货，着急找老实人接盘吧。你住嘴！谁在污蔑我的女儿，我就跟他拼命！你们想知道我老公是谁吗？谁？晋氏集团总裁晋深。不知道为什么，
总有种不好的感觉。林助理，再开快点。是，靳总。我没听错吧？她说她老公是近身。靳总多少年来一点绯闻都没有，他会看上你？我看你是被打傻了吧？别在这胡扯了，赶紧签字，千万把他揪出去！这种忘恩负义的东西，当初石氏差点垮掉，是我一手救回来的。你们，爸，老师，老师，爸，你怎么了？爸，你快醒醒！你们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叫救护车！别装死，赶紧签字！我爸都晕倒了，你们还是人吗？爸，老师，爸，老师，放开我爸！放开我爸！放开！都给我住手！ I've been climbing up all these mountains for so long, and I've been building up all these. 都给我住手！靳总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欺负我老婆，还问我怎么来了？救护车已经在楼下了。林助理，背伯父下去。是，靳总。念念，妈妈现在去医院，公司的事就交给你了。放心吧，妈，这里交给我。这老婆，靳总，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？难不成石念说的是真的？他真的是靳总的人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睁大你们的狗眼，给我看清楚！石念是我的合法妻子，持证上岗。这真的是两口子！靳总，既然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就不打搅了。这里有您，我们肯定放心。就是，我突然想起，我还有事要去处理。账没算完呢，我看谁敢走！哎呀，靳总，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就饶过我们吧！啊，是啊，不知道她是您的女人，不然就我们10个胆儿，我们也不敢动她呀。疼不疼？疼。谁打的？啊！我就是轻轻碰了一下。惹到靳总，老王这次是摊上大麻烦了。谁能想到石念老公是靳总啊？这是靳氏集团和石氏集团的续约合同，合作期限我没有签。靳总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打一巴掌，合作加1年。啊！老王，对不起啊，我加2年。让我也打一下，我加3年。加2年。小念，叔叔知道错了，你饶过我们吧。错了，你们都把我爸气进医院了，一句错了就接过去了。小念，你要我们做什么？你说吧，我们都可以做到。我要你们全都滚出公司！什么？石念，你别以为有人撑腰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。这公司也我们一份儿。就是你个小辈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这些年你们贪了公司多少钱，心里没数吗？石念，我们可是你的长辈。
我已经报警了，有什么话去给警察说去吧。啊，走吧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再加100毫升血浆。病人是稀缺的 Rh 阴性血，医院库里的已经全部用完了。行吧。妈，念念，妈，爸怎么样了？你爸现在大出血，医院的血库告急，没有熊猫血了。妈，你别着急，我来想办法。你爸可是我们家的顶梁柱，他要是有个什么，我怎么办？妈，我现在就去给别的医院打电话，看能不能调到血来。哼。现在调来不及。那怎么办？我不能看着我爸这样吧？我是 Rh 阴性血，抽我的吧。别担心，有我在。怎么样？多亏这位先生输血及时，病人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，养2天就能出院了。没事了，没事了吗？老师没事了。你感觉怎么样？没事。小生啊，多亏了你，念念这丫头还好遇到你，真是她的福气呀。妈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哎，好，把女儿交给你，我100个放心。以后啊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念念真好看。你刚抽完血，虚弱着呢，赶紧回家休息吧。虚不虚，你试试不就知道了。别闹，快系安全带，我送你回去。妈现在都认我，还夸我是10好女。亲一下，怎么了？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脸皮这么厚？脸能当饭吃吗？靳经理，石小姐那边还没有消息吗？急什么？要不了多久，她就会过来求我。可是我觉得那天石小姐叫靳总老公，好像不像是假的。这种鬼话你也信？我小叔啊，就是个冰山，女人近身都进不了。再说了，他要是看上10年，还用等到现在？哼！吃不？人来了，进来。纪元经理，集团有一份人事任命报告，需要您签收一下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把我调到分公司当副经理，这他妈不是降职吗？这是靳总亲自签发的调令，即日起生效。我小叔呢？他在哪儿？我要找他。靳总说了不见，他让我转告您一句话：管好自己的事，别惹不该惹的人。靳经理，这靳总怎么胳膊肘朝外拐啊？
十念，一定是因为十念，他一定是跟小叔说了什么。靳经理，你说靳总这么护着石小姐，他们之间不会是……我也不知道，小叔脑子进水了，一定是。不行，我不能找他。十念就等着我给他打电话。那分公司那边……不去！我看小叔能把我怎么办？我可是他亲侄子。靳经理，您消消气，您压不住他，上头不是还有几位吗？你的意思是？您压不住他，有的是人能压住他。这是怎么了？唉声叹气的。妈，小叔他把我降职了，把我调到分公司去当副经理了。什么？肯定是因为那个十念，他肯定在小叔面前说了什么，小叔就这么护着他。又是十念，这个十念真是不懂事。你们小两口闹矛盾，闹到公司里去，像什么话？妈，你得帮我呀！我要是调到分公司去，多丢人呐！下周老爷子办寿宴，到时你带着十念一起去。我带他干什么呀？你傻呀！爷爷奶奶那么喜欢十念，到时候把你们的婚事给定下来，二老肯定会为你做主的。对呀，只要爷爷一发话，小叔他算个屁呀！对面这个刺客，我就抓了你家蔡文姬一回，是一直追着我杀吗？你还有理了？给我再杀一次！快点快点，再杀他一次！杀了。靳总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，简直是直向全能！你这可比外卖员靠谱啊！嘘。伯母，十念呢？下周老爷子寿宴，你跟小袁一起回来，商量商量婚事。伯母，我已经和靳源分手了，到时候打扮得体一点，别给靳家丢人。你干嘛？答应他说你会去。听见没有？哦，我听见了。那就这样定了。你干嘛呀？差点穿帮了。我亲我自己老婆，犯法了。走开！哎，念念，不要勾引我。妈，怎么样？他答应了吗？答应了。哼，我就知道，他肯定放不下我。你刚才为什么要叫我答应？寿宴我也会去参加，你跟我一起出席，我想当众公开我们的婚事。真的？真的。太好了，我也好久没有见到爷爷奶奶了。爷爷奶奶？难道不是吗？该叫爸妈了。这个海归硕士，钢琴10级，
这个大家闺秀，家里是做珠宝的。这个呢，长得漂亮，还是模特，就是不知道小申喜欢哪个。哎，真是让我这老太婆操碎了心。小申，你来的正好，快来看看这几个姑娘，你中意哪个？没有，妈再给你找。妈，我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，我自己心里有数。你有数，你有数就不会3世好几了，还在这儿打光棍儿。等你自己找，我这把老骨头就别想抱孙子了。妈，我已经结婚了。小申，你结婚了？这不是小袁那个未婚妻吗？啊，好，石念这丫头鬼灵精怪的啊，真合我老头子心意。哎呀，你还笑得出来？这可是小袁的未婚妻，现在和小申领了结婚证，这算什么事儿啊？妈，是小袁对不起石念，他们已经分手了。就是，男未婚女未嫁，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啊？但是别人会说闲话的，小申，你可要想清楚了。妈，这件事我已经想了很多年了，我这辈子非石念不娶。啊！你要干嘛？别缠着我了，滚蛋！金元，你要干嘛？金元，你混蛋！上车。你是静媛的小叔。静媛陪你。所以，你早就喜欢上这个姑娘啦？能娶到石念，是我的福气。是啊，石念这丫头我喜欢，真要是跟了小袁，那就白瞎了；跟了小申正好。念念那丫头圆脸福相，我看着就喜欢，比这些相亲对象强100倍。爸妈，我想借助这次寿宴，公开我和石念结婚的消息。可以，到时候你自己看着办就行啊。哎，等一下。这是我结婚的时候你奶奶给我的，你帮我带给小念，算是一点小心意。等见面那天啊，妈再给她补个大礼。妈，我这心里总感觉慌慌的。石念这次闹脾气，跟之前不太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要是换做之前，等他2天，他就自己求着跟我道歉。这次，我看你呀，就是想太多了。
10年那丫头为了追你，受了多少委屈？她爱你，整个江城都知道。可是，哎，要怪就怪你这次没有分寸，玩过了头。她作一作，最后肯定会乖乖回来的。妈说的对啊，10年啊，她肯定舍不得我。老爷子寿宴，你把江岩也带去。带他？我带他干什么呀？10年就是因为江岩生气的。哼哼，你懂什么呀？女人就是这样，你越在乎她，她越拿瞧。你带其他女人去，她才会珍惜你。我知道了。给各位介绍一下，这是江岩，我身边最重要的人。大家好啊。那不是静园的秘书吗？10年呢？听说10年因为他和靳总大吵了一架，两人好像分手了。10年今天也要来，他家生意全指着靳家，8成是来求复合的。那这寿宴不成修罗场了？今晚有好戏看了。我赌1000，10年是来求复合的。我跟他追了靳园3年，哪能说放下就放下？他不敢不来，10家还要靠我们靳家吃饭。他得罪了我，他爸董事长的位置都坐不稳。靳经理，不要为了这种人气坏了身子。还是你懂事，不像某些人，给脸不要脸。哎，来了，10年来了，车到门口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他就是放不下我，这不还不是巴巴的来了？走，去看看。他还真敢来，也不嫌丢人。勾搭小叔不成，又回来找靳园了呗。我听说他害得集团丢了5个百分点。我要是他呀，直接找根柱子一头撞死算了。嘘，小声点。10年，你来的正好，大伙都在。你给妍妍道个歉，之前的事儿就翻篇了。石小姐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可是你也不能打人啊！我的脸现在还疼呢。江小姐，好演技啊！你这不去好莱坞都可惜了，那奥斯卡都欠你一个小金人。10年，别给脸不要脸！你离开我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我只要一句话就能让你惊天。车上有人！10年，你居然带着野男人来靳家的寿宴，你要不要脸？10年，你竟然敢当着我的面偷人！把车门打开，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敢在我们靳家的地盘上撒野。大家快来看看呀！大家快来看看，10年带着他的野男人来靳家砸场子了，他根本呀就没有把靳家放在眼里。10年，你护这个野男人护上瘾了，开门！你们确定要我把门打开？怎么，怕了？怕这个野男人见不得光是吧？那我希望你们不会后悔。哼，我后悔？我现在就把他的头拧下来当球踢！妈的，谁他妈敢踢！我去！小叔，
你说谁是左？小叔，你为什么在这儿？我还以为这里是什么？哎呦喂，不是把头拧下来当球踢吗？球呢？别急，我先拍下来，回去做成表情包。配文嘛，跪起来叫爸爸。在剑总面前，他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不对啊，小叔，你怎么跟石念是一辆车呀？难道你们真的？你现在才发现，还不错啊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石念穿得太寒酸了，被门口的保安拦下来了吧？靳总好心把他接进来了。石念啊，你就穿这么一身地摊货来参加靳家的寿宴，你是真不把靳家放在眼里。江小姐，你真是好眼光呀！我这件是帝家还未上市的秀款，全球就这么一件，是上个月设计师从巴黎给我带回来的。什么？倒是江小姐这个手镯有点眼熟啊，是 A 家去年的款吧？这个正品的镯芯是帝王绿的吧？你这个豆绿色，怕不是高仿的吧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可是专柜买的。哦，江小姐一个月的工资就几千块钱，买得起 A 家的镯子？难道是靳经理送给你的？没错，就是靳经理给我买的生日礼物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靳远，你一个月生活费5000块钱，这镯子高低得20万，你存了多久啊？靳少爷一个月才5000？真的假的？靳家家教严，你不知道啊？没结婚的子弟只有基本生活费。那他还给秘书买20万的镯子，这钱哪来的？难不成真的是假的？石念，你少在这血口喷人！你就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勾搭完这个再勾搭那个，还倒打一耙！你给我过来！我没记错的话，你现在应该去分公司补档。你有时间来参加寿宴？小叔，我再让我看到你捧石念，这只手就别想要了。扔了，走。我没听错吧？靳总把他亲侄子贬到分公司了。沁园在外面跟秘书搞在一起，被未婚妻当场抓包。换我是靳总，我也看不过眼，丢靳家的脸。靳家最重家风，老爷子知道他是会更生气。哎呦，站门口干什么呢？寿宴马上开始了，快进去，快进去！老爷子还等着呢。你小叔就是吓唬你的，别往心里去。等会在爷爷面前好好表现，把印象分拉回来。妈，这次小叔他好像来真的，他这铁了心要把我弄走。走吧。怕什么？你爷爷最疼你，还能真让你去分公司啊？今天该来的都来了。爸妈，爷爷奶奶。坐，人都到齐了吧？啊，那就准备上菜了啊！爸妈，小袁这孩子表现可好了，你二老看看是不是该给他在公司的职位提一提？怎么，他对现在的职位还不满意吗？不是不满意，主要是一个分公司的经理，说出去多不好听啊！外面的人要知道了，还以为我们不重视靳家的长孙呢。我觉得挺好的，小申也是从分公司慢慢做上来的，凡事不能一口吃成个胖子，年轻人得磨。
妈说的对，主要小袁也到了结婚的年纪，要是升个总经理什么的，石家那边也好商量，不是？看来他们还不知道石念已经结婚的事情。今天正好是寿宴，就把两孩子的订婚大事给公布了吧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啊？奶奶，您不是最喜欢石念吗？我是喜欢小念，没错。可是，刚好，我有一件大事要宣布。你干什么？我等不了了。什么等不了了？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是我的。各位，首先很感谢大家来参加家父的寿宴。今天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跟大家宣布，请容我向各位隆重的介绍我的妻子石念。我的妻子石念。什么？我没有听错吧？石念不是晋元的未婚妻吗？什么时候成了晋总的老婆？所以之前那些传闻是真的？这怎么可能？石念不是最爱我吗？她怎么可能嫁给别人？石念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！拦住他！让开！让你们让开！知道我是谁吗？敢拦我！我是晋家少爷！奶奶，你看看他们，石念是我的未婚妻，她竟然跟小叔……奶奶，您不是最疼我的吗？您发句话呀！你的未婚妻，你当着她的面跟别的女人亲嘴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她是你的未婚妻？你花她的钱养小三儿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她是你的未婚妻？这都是误会。误会？你是觉得我老了，眼睛也花了？我今天把话放这儿，石念现在是你的小婶婶，你要是再敢对她有什么歪心思，就别怪我这个当奶奶的不留情面。没错，从今天起，石念就是我晋家名正言顺的儿媳妇。谁要是再敢乱说话，就是不给我老头子面子。这石念前脚还说爱着小袁，转头就去勾引晋升。爸妈，你们不要被这狐狸精给骗了。是我追的石念，也是我求的婚。你有什么意见，可以冲我来。小叔，我那么尊敬你，你抢我的女人，你配当我的小叔吗？景深，你石念什么时候是你的了？石念跟我在一起3年，他爱的是我，你真是趁虚而入。他跟你在一起3年，你给了他什么？背叛、欺骗，还是花着他的钱去养别的女人？我这不叫趁虚，这是抓住机会，物归原主。我的天呀！靳总这是承认自己早就喜欢石念了。所以说不是石念勾引他小叔，是靳总一直在等他。靳元这是自己把未婚妻给作没了。他明明就是我的。他从来都不是你的，只是你运气好，在他没有看清楚你之前，占了3年的便宜。现在他的眼睛亮了，
所以到我这里来了。饿了吧？饿了。带你去吃东西。嗯。石念，别以为傍上了晋升，你就能高枕无忧了。我要让你不得好死！刚才你说物归原主的时候，清源的脸都绿了。所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打我的主意的？不说算了。很久，久到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。那嘴巴除了用来说话，还有别的用处。不行，我们还在外面。小申、念念，你们我们什么也没看见啊！爷爷奶奶，不是你们看到的那样。你们继续啊！都怪你，不然这会儿我曾孙子都有了。走。And I know we'll be sinners in the same. Don't get me wrong, but I don't like promises. 金总，不好了，仓库里比货出问题了。Don't get me wrong, play me like a violin. You know the sweetest melodies. I wanna do bad things with you. 念念，我有急事必须得去处理一下。你去吧，我一个人可以应付。你一个人？怎么？你怕我一个人应付不过来？我是怕别人搞不定你。这是进口货，无色无味，人吸了之后会先晕过去。阿姨，这个真的有用吗？哼，晋家老爷子老太太最看重的就是脸面，到时候他们自己就会把石念给赶出去。拿着呀。可是就这点胆量，难怪事事不如石念。你不干，有人干。我干。石小姐，哦不对，应该叫你小沈了。刚刚是我嘴欠说错话，我是来给您赔罪的。江秘书，我不喝酒。看来小沈还是在生我的气，那我先干为敬。小沈，你看，我是真心实意来道歉的，看在靳总的面子上。上当了。石念，你干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手滑了。江爷，你演得很好，但我不是傻子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拿给我的这杯酒，明显跟别的酒不是一个色号，我可不是色盲。下次下药记得用同一瓶酒。还有，我已经报警了。这什么？来人！这是从国外来的药，
保证能让你快乐。你这是在犯罪！十念，你不是很厉害吗？你不是很会勾引人吗？今天我就让你勾引个够！我要把你发骚的视频拍下来，我看到时候晋升还怎么护着你？这晋老爷子和老太太的脸往哪搁呀？你不得好死！好啊，那咱们就看看谁先死。进来吧。小美人儿，我来了。哎呀！江小姐，放心，我保证把事儿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。办完事拍好照，回款打你卡上。你就放心吧。哼，美人儿，别怕，哥哥呀，温柔着呢。哼，他妈的，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你啊！哼，嘿嘿嘿，救命！晋升！啊，怎么了，靳总？念念不接我电话。夫人可能是在跟老太太聊天，没听到电话。念念不会不接我电话的，再开快点。是，靳总。念念这丫头怎么还没回来？我有点不放心。要不让人去看看？啊，那不是晋元的秘书吗？脸色不太对劲啊，怎么回事啊？我刚刚去卫生间，偶然路过走廊尽头那个房间，好像听到里面有那种声音。什么声音？就是男女之间的那种。我好像还听到有人在喊十念这个名字。哇，天哪，十念，他不是在跟靳总？靳总刚走，他就勾搭上别人了。都给我闭嘴！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在这种场合嚼舌根。靳经理，我就是偶然路过听到的，万一石小姐真出了什么事的话，我也是好心啊。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说出去不好听。大家不用猜了，我进去看看。哎呦，老头子，走，我们也去看看。别急，看看情况再说。滚开！是石小姐的声音，难道石小姐真的？我下的那些药疗，就算是个骡子也该发情了。十念啊十念，这都是你自找的。十念，给我滚出来！十念，给我滚出来！石小姐，这青天白日怎么做这种下流之事？就是简直不知廉耻！这男人是谁啊？我说这被绑的是谁啊？江小姐，你倒是说说，我做了什么下流的事啊？这什么情况啊？被绑的男人是谁啊？我嗅到了一丝火药的味道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你怎么会？我怎么会好端端的坐在这里？明明你对我下了很多药，是吗？不是吧？你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懂你说的什么。让开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爷爷，有人对我下药，还找了个流氓想玷污我清白。你说什么？啊？说，十念说的是不是真的？
是真的。谁指使你的？如果不说，老子弄死你！小袁，你可是靖家少爷，给我冷静点，别失了身份。是江小姐，她给了我10万块钱，让我办完事拍照。你胡说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不认识？那这个呢？把手机给我！哼，别急，好戏马上开场。到时候我看晋升还怎么护着你，倩家老爷子老太太脸往哪搁？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你们听我解释。现在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我都是为了你。要不是这个狐狸精勾引靳总，给你戴绿帽，我这是给你报仇。他们少恶心我！老子需要你帮忙。是，纪元，石念，都是你的错。你明明已经中了药，为什么你还站在这儿？为什么你不倒下？当然是因为我找了个好老公啊。怎么回来了？江岩今天一晚上都在盯着你，我不在，他肯定会对你下手的。你放心，你老婆我呀，可不是省油的灯。小心江岩，他比你想象的要疯。解药，没想到吧？我早就准备好了。好啊，在我家老头子的寿宴上，给我晋家的儿媳妇儿下药、设局、拍视频。江岩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不是我，这件事情都不是我做的，是他。来人呐，都愣着干什么？把这个疯子给我带下去！王阿姨，你说过你会保护我的，你快救救我吧！别乱攀亲戚，我可跟你不说。念念啊，阿姨可最喜欢你了，你可别听外人胡说。来人，把江岩带下去，交给警局。不要！慢着！没事吧？没事，在我这里，受伤的只能是别人。小东西，谁干的？靳总，靳总，不关我的事啊，是江爷花钱雇我的。靳总，我江岩，你涉嫌投毒、绑架、未遂伤害。方特助在，你亲自把他交给警方，至少判30年，少1年。不换人。是。完了，全完了。你进来干嘛？看你。过来。看完了就出去。没看完。晋升。念念，我今天差点失去你。我不是好好的吗？以后我不许你一个人去任何地方，我不许你再出事了。我又不是小孩子了。
wanna talk about power. I eat boys like you for breakfast. One by one, hung on my necklace. They'll always be mine. It makes me feel like 以后我去哪儿，你就跟去哪儿。那，你去厕所，我也跟着。可以啊。流氓，你干嘛？睡觉。念念，你在里面吗？念念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你开门，我们谈谈。以前是我不好，我混蛋，我不是人。你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听他放屁，他连自己都保护不了。小叔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老婆在这儿，我不在这儿，我在哪？刚才听说你要保护我，之前都是我糊涂，我被江岩那个贱人耍得团团转，经历这么多，我才发现自己内心真正喜欢的人只有你一个。念念，当着我的面表白我老婆，晋元，别挑战我的底线。念念，你好好考虑考虑，我是真心喜欢你的。不需要，我有我老公就够了。十念，你是我的，我不会就这么放弃的，绝对不会。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，晋家的长孙就这点出息。妈，十念她真的嫁给小叔了，她不要我了。你给我听好了，十念这种女人不要也罢，但是你小叔让你在所有人面前丢了脸，这个账妈帮你算。那又能怎么办？小叔是集团的主心骨，连爷爷都要让他3分。他在晋氏一手遮天不假，但晋氏不是他一个人的晋氏。你妈我在晋氏也混了20几年，手里不是没有人脉。妈，你真的有办法？你小叔那个珠宝展览就要开了，听说那批珠宝他花了2年时间，耗资过亿。那又怎么样？要是那批珠宝出了问题，展览泡汤，哼，晋氏的股价会跌多少？你小叔在董事会还能坐得稳吗？到时候我就取而代之，女人、地位都是我的。还不算笨，妈不会让你白白受委屈。把酒戒了，打起精神来。十念，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。啊，别闹！起床了，今天有大事。什么大事能比睡觉重要？展览会，而且我今天有个惊喜给你。
惊喜？什么惊喜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哎，你告诉我嘛！说了就不叫惊喜了，保证让你毕生难忘。起来了。那你等我换衣服。不急，反正今天的主角啊，是你。靳总，听说这次展会的核心展品是从欧洲皇室寄来的孤品奥丁王冠，是真的吗？这奥丁王冠价值连城，全球仅此一件。你是怎么说服皇室借展的？晋氏集团和欧洲皇室有多年的合作基础，这次的奥丁王冠能够在晋氏艺术中心展出，是我们所有人的荣幸。靳太太，你对这次展览有什么期待？我更期待的是，这次展览结束之后，靳总有时间陪我去度个假。各位，首先很感谢各位能来参加我们晋氏艺术中心的首展。我们此次展览汇聚了100余件珍贵的艺术品，其中最核心的展品欧洲皇室孤品奥丁王冠，首次在亚洲出展。各位，我们敬请期待。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停电了？难道出什么大事了？紧急通知！3号展厅出现安全隐患，请所有人员迅速撤离。重复：3号展厅出现安全隐患，请所有人员迅速撤离。怎么回事？安保呢？靳总，奥丁王冠不见了。你说什么？靳总，展会为何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安全漏洞？奥丁王冠是否已失窃？这可是从欧洲皇室借来的东西，如果找不回来，晋氏集团将面临多大的赔偿？靳总，你会营救辞职吗？靳总，你认为这次是管理失误，还是有人蓄意破坏？哼！封锁会场，在场的所有人一个都不许出去。是。成了，奥丁王冠丢了，晋升这次彻底完了。哎，别急，让子弹再飞会儿，等老爷子那边知道了，好戏才要开场。靳太太、靳少爷，在事情还没调查清楚之前，任何人不得离开，这是靳总的吩咐。这什么意思？这王冠失窃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还能是我们偷的不成？我只是完成靳总的命令，还请配合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敢拦我？让开！奥丁王冠是我亲自去欧洲，以晋家3代人的信誉做担保才借来的。现在东西没了，我怎么跟皇室交代，和晋家的列祖列宗交代呀？对不起爸，这件事是我的失职。失职？小申啊，我把晋氏集团交给你，你就这样回报我？2年的心血，投资过亿呀，我们晋家3代人的信誉全白搭了。爸，监控被黑了，这件事绝对是有人蓄意破坏。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把王冠找回来。小申呐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么大人了，你也该有点担当了。监控被黑，那不就是你的管理出了问题？爸，展览会的安保方案是小申亲自审批的，
现在出了事，他不先反省自己，反而说有人蓄意破坏，这不是在逃避责任吗？小申，你给我说实话，这件事你有没有把握？爸，我一定会把王冠找回来，并且把这幕后之人给揪出来。你这话说的可轻巧，那要是找不出来，是不是要我们所有人都给你陪葬啊？老公，你没事吧？爸，你这一拐杖打得好，今天话都说到这份上，有些事我也就不吐不快了。这是小申上任以来晋氏集团海外3个项目的亏损报告，总亏损额超过8个亿。这份是他挪用公款、中饱私囊的证据。8个亿，真的假的？挪用公款可是违法的。爸，小申那是要毁了咱们家呀！小申，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些文件都是断章取义，海外项目亏损是因为汇率问题，年底之前会全部回正。至于挪用公款，我从未动过公司1分钱。哼，你说没有就没有，谁来给你作证？这白纸黑字摆在这儿，你还想抵赖？爸，给我3天时间，3天内我一定会把王冠找回来，并且把这笔账一笔一笔都算清楚。谁在搞鬼，谁在说谎，一目了然。好，我就给你3天。爸，你也太偏心了！展览会出了这么大的岔子，股价已经在开始跌了。他要是找不出来，那是不是要我们整个晋家都给他陪葬啊？各位，现在晋氏集团群龙无首，急需要一个有责任、有担当的领头人出来稳住局面。我推荐我的儿子晋元，他是晋家的长孙，流着晋家的血，骨子里有晋家人的担当。我知道，我没什么经验，也比较年轻，还不够成熟。但是作为晋家的长孙，晋家有难，我责无旁贷。这是我个人收藏的一顶王冠，是来自法国波旁家族的遗珍，史称波旁之星。这虽然不是王室孤品，也是货真价实的宝贝，市场估值在4000万以上。如果小叔可以暂时让位，我可以把我这个东西无条件的捐赠出来，作为展览会的替代品。4000万的王冠，说捐就捐。晋少爷这次是下血本了呀！如果真能把展览会救下来，这功劳可大了呀！爷爷，您觉得我这个提议怎么样？小申他毕竟是你的长辈，何必要搞成这样？晋氏的存亡就在眼前了，你还在犹豫？要是等到负面新闻都散布出去，晋家就彻底完蛋了。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。哎，这石小姐怎么跑了？这不就是心虚了吗？刚还看石小姐还在这儿呢，怎么突然就不见了？不会是心虚了吧？这石小姐确实奇怪。你懂什么啊？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唉，靳总捅了这么大的篓子，换谁谁不跑。小叔，我说过，10念的心里只有我。你把集团的位置让出来，说不定到时候我还能把这个王冠借给你，也免得你在老爷子面前失了体面。你做梦。没关系，只要我坐上那个位置，
10年，他自己就会回来的。哼，是吗？你以为他喜欢的是你这个人吗？他只是被我伤透了心，才找一个比我厉害的来报复我。爷爷，时间不等人，你想清楚了吗？爷爷，时间不等人，您想清楚了吗？都是一家人，何必做到这个地步？那就是没得谈了。行，那我走，这个展会你们自己负责。妈，我们走。走。怎么回事？停电了？不对，你们快看！哇，这是仙女下凡啊！好美啊！我要昏倒了。收起你那副不值钱的样子，别忘了咱们的正事。你们快看，十年头上戴的不就是奥丁王冠吗？你们快看，十年头上那不是奥丁王冠吗？不可能啊！奥丁王冠不是被偷了吗？是真的，我在画册上见过，连细节都一模一样。我的天哪，这也太美了！我都只顾着看十年，没注意王冠。诸位，我要和大家隆重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宝贝，我的妻子十念。哇，这太浪漫了！靳总这是在唱哪一出啊？妈，你放开我！记着他！念念，一直以来我都欠你一个像样的求婚，今天我想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我想问你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嫁给他，嫁给他！我愿意，我愿意。这顶奥丁王冠是欧洲皇室的传世之宝，我已经把它买下来了。我觉得只有它才配得上你。跟我走！你干嘛？我就想不通了，他有哪点好？他就是一个老男人，你为什么对他死心塌地的？我也不想被调啊，可是他送我王冠哎。白痴，愚蠢！你头上这个王冠分明是假货，是他在骗你。你胡说，我老公才不会骗我呢。这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奥丁王冠。我没有胡说，真正的奥丁王冠早就被我……哦，你是说我头上戴的是假的，真的王冠被你怎么了？小云说急了，他什么话都敢说，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走吧，这里没我们什么事了，走吧。别急着走呀！放开我！你干什么？你这么确定我头上的王冠是假的，那真的是不是在你那儿？你胡说什么呀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不知道没关系，让我来帮你回忆回忆。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这是谁啊？怎么这副样子？他身上还有奥丁王冠，就这也配叫奥丁王冠？不就是个破塑料玩具吗？
小叔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人，难道你不认识？你呢？也不认识？不，我怎么会认识这种穷酸货色？就是。看来，我还得继续帮你们再回忆回忆。屏幕竟然亮了，视频里这个人长得好眼熟啊，好像是……这只是定金，等你成功偷到奥丁王冠，我会付你剩下一半，保你这辈子衣食无忧。天哪，这是靳太太的声音，这已经实锤了吧？现在你们还想狡辩吗？你知不知道这顶王冠有多贵重？你就敢偷？我要是知道借我10个坛子，我也不敢偷啊！就是他，是这位太太让我干的，她给了我50万，让我黑到监控系统偷走王冠。我真不知道这王冠这么重要，我以为是个不值钱的小玩意儿。求求您饶了我吧！你胡说，我根本不认识你，你栽赃陷害！你，这是他给我的定金，你们可以去查查看，这张卡到底是谁的。怎么，现在做贼心虚了？刚才不是挺理直气壮的吗？我输了，我又输了。你早就知道计划了，对不对？没错。你故意拿个假货放在柜台，故意让我得到它，你他妈就是耍我！没错。你觉得你那点花花肠子能瞒得过我？你抢走了10面，抢走了我的一切。要是不是你，集团是我的，10年也是我的。你到现在还没看清楚吗？你现在的一切都是你自己毁掉的。曾经10年爱你的时候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把10年所有的真心当垃圾一样踩在脚下。那时我还不懂爱。我把你调去新公司，也是想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让你远离江岩那个垃圾，重新做人。可你都干了什么？我报警吧！爷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我是您的长孙啊，你不能把我送进监狱啊！爷爷，奶奶，您说句话呀，奶奶。我们靳家差点毁在你的手里，这件事没得商量，等待你的将是法律的制裁。来人！靳元先生，你涉嫌盗窃、栽赃陷害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带走。妈，你们不能抓我儿子，我儿子是冤枉的，放了我儿子！儿子，都是你害了我的儿子，贱人，我要你死！贱人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儿子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走鬼也不会放过你。你怎么样？疼不疼？你怎么会这么傻？没事，一点小伤。都流血了还说没事，你知不知道？刚才吓死我了！要是那刀锋再偏一点点……
你要是真心疼我的话，那今天晚上回家好好补偿补偿我。看来你没事，还能跟我开玩笑呢。靳总，你把你老婆都给弄害羞了。冷冷的狗粮在脸上胡乱的拍。吉时已到，靳氏集团珠宝展正式开幕。哇